看真实案例品人间悲欢。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 M2 档案。2023年12月29日，著名的福布斯杂志旗下官网宣布，欧莱雅集团的女总裁 Françoise Bettencourt 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净资产突破1000亿美元的女性。之所以她能够力压宝马女继承人、沃尔玛女总裁等一众全球富婆成功登顶，除了经营得当、产品开发给力之外呢，更主要的还是得益于疫情后这美妆销售的强力反弹，外加全球经济不景气所带来的口红效应，占尽了天时地利，也算得上是实至名归。不过在这位年过70的全球第一富婆来看，如果当年没有发生跟老妈的那场举世闻名的财产争夺战，可能好几年前就已经达成这个1000亿大目标了。那场历时整整8年的官司马拉松，不仅让欧莱雅集团陷入了逃税和政治现金的风波，导致股价大跌，财富严重缩水，更是一把送走了法国总统。而最关键的是这里边爆出的丑闻八卦，让这个法国富豪家族直接社死。毕竟皇长女大战女皇男宠这么劲爆的剧本，上一次出现的时候这主角还是武则天和太平公主。而那个让母女二人反目成仇的男人既没有张昌宗、张易之兄弟俩的青春年少、玉树临风，也没有薛怀义的威武雄壮、吞吐太极，而是一个年过60、长相身材都平平无奇的3线摄影师，性取向还为男。这就像是面对着一桌子的山珍海味、各色各异的小鲜肉，富婆却偏偏看上了旁边摆盘用的花花草草，你说她到底是图个啥呢？下面就让我们来一起走进这个小散户差点炒成大股东，吃软饭险些吃成真老公的欧莱雅集团母女争产案。说起巴黎欧莱雅，大家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词儿大概率会是美。护肤品到彩妆香水，洗发水到沐浴液，脱毛膏到指甲油，从头到脚每个地方都能让你美起来。目标人群呢，上到七旬老太，下到豆蔻少女，还率先开发出男士系列，将广大糙老爷们的钱也一并赚喽。这些年来欧莱雅集团还进军虚拟圈，开发智能美妆，动动手指就能轻松试妆，在元宇宙也能一统江湖，甚至就连漫威都跟欧莱雅搞过联动。我们公司的历史比美队的岁数都大，但是我们依然可以让您像 Steve 一样年轻。无论国籍、肤色、性别、老少，真实虚拟，即使没用过他们的产品多少也听过那句大名鼎鼎的广告词 You are worth it。 You're worth it。 这么一个全球美妆界的龙头老大，世界500强，年度销售额突破411亿欧元的超级大公司，起始于一个名叫 Eugene 的年轻化学家，在自家小厨房里捣鼓出了一款染发剂。您可别看这么一支小小的染发剂这在当时可是划时代的产品。因为在那之前呢，女性想要染发，要么是花大价钱去美发厅，由理发师用专门的药水来染，要么就只有在家用咖啡渣、甜菜汁等天然染料 DIY。 可是这前者呢，味道刺鼻，对头发头皮的损伤巨大，药水里的重金属成分更是实打实的做到了变美等于服毒后者呢倒是能够做到安全无毒，但是这染色效果、保持时间都是一言难尽，属于今儿个染明天没的一次性产品。而当时偏偏又赶上了女性走出家门进入职场的大潮，对他们来说，染发不仅是为了变美，更是为了找工作的刚需。男性一头白发还能被看成经验丰富、成熟稳重，而同样花白头发的女性则被认为是年老体衰、手脚迟钝。看到这个巨大商机的天才化学家尤金，经过了上千次的实验，终于在自家厨房改造的实验室里开发出一款上色快、不褪色、无毒不刺激、不伤头发的染发剂。关键价格还不贵，完全能够满足上班族女性的日常需求。这款产品一经推出，马上就成为爆款，巴黎大大小小的理发店是供不应求头脑灵活的尤金呢，不仅为这个技术注册了专利，还紧跟着推出了家用版，以其便捷的使用方式，不输 Tony 老师的效果而大受好评。尤其在后来，女神梦露引发了全球金发美女狂潮，作为市面上唯一能染出完美金色的染发剂，尤金的公司一家独大，赚的是盆满钵满。而且为了让品牌更有辨识度，他将公司名从一开始平平无奇的法国无害染发剂公司更名为欧莱雅，而且怀揣着一个正三色旗老巴黎人的自豪感。
干脆就把 Paris 也放进了商标里。产品范围呢，也从染发剂拓展到了洗发水、沐浴露等日化产品，然后又进军了护肤品和彩妆类，从第一桶金赚到第 N 桶金，历经2次世界大战都屹立不倒，造就了如今赫赫有名的欧莱雅集团。尤金呢，不仅是事业上蒸蒸日上，感情生活也如同霸总小说照进现实。他的妻子是一位美丽优雅的钢琴家，两人青梅竹马一起长大，顺理成章结为夫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尤金离开新婚燕尔的妻子，毅然从军，在战场上九死一生，赢得了5枚勋章。而妻子和岳母则在后方为他打理企业，以及照顾刚出生没多久的女儿莉莉安。可惜的是好不容易盼到丈夫凯旋，妻子却被发现染上了肺结核，在女儿刚过5岁生日后不久便与世长辞。妻子过世后，尤金便把对她的思念和爱，以及女儿小小年纪就没了母亲的愧疚，都加倍补偿到了女儿身上。不仅是生活上锦衣玉食，奢华如同王室公主，还让她接受最好的教育，内外兼修。尤金给女儿莉莉安最重要也是最大的一份礼物呢，就是他苦心经营了半个多世纪的欧莱雅集团。在莉莉安15岁的时候，尤金就开始把她带到公司，从设计标签到产品的绝密配方，从投放工厂流水线到高层董事会管理，都对女儿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为的就是要把她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为了确保女儿在自己过世后能够平稳地接手这一巨大的美妆帝国，尤金还采取了职业经纪人和继承人一起培养，双轨并行的制度。也就是说他在把手里的股份交给莉莉安的同时呢，也为他指定了公司的 CEO 作为顾命大臣，而且一口气安排了3任，让他们哪怕是在自己死后都能够按照安排一个一个接力的往下传。这些留下来辅佐莉莉安的老臣们，个个是忠诚能干，是要为欧莱雅集团的100年大业保驾护航。只可惜女儿继承了父亲的头脑，母亲的美貌，却偏偏没有继承老爸会看人的眼光。这是后话，咱们待会儿会细说不仅如此呢，尤金在临终前给女儿和继任 CEO 留下了一枚锦囊，在遗嘱中强调说，如果有一天公司面临国有化危机，那么就要在律师的见证下，从保险柜里拿出这份文件，并在董事会上当众打开。结果尤金还真是神机妙算，在他离世后第6年，欧莱雅集团在上市后真就遭遇了席卷而来的国有化浪潮，而他留下来的这份文件，就是让女儿和 CEO 一起把公司 29.6% 的股份卖给瑞士食品巨头雀巢。瑞士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上保持着中立和稳健的地位，一旦雀巢成为了欧莱雅的第2大股东，那么法国政府再想要国有化欧莱雅，就意味着要和瑞士公司对抗，很可能会影响法国和瑞士在经济外交层面的关系，也可能引发国际商业争端。这让法国政府在决定国有化欧莱雅的时候，就不得不慎重考虑了。这是尤金生前就秘密布下的一盘大棋，他多次去瑞士和雀巢公司谈妥了收购的条件和价格，为的就是能让欧莱雅集团背靠着雀巢这棵大树，躲过被政府强行收编的命运。这招神来之笔，与其说是尤金拿到了穿越者的剧本，不如说是他对女儿爱的如大海般的深沉，如高山般伟大，为他想到了一切可能会遭遇到的危机，并且给出了解决方案。如果说尤金在天有灵，他可能最想对莉莉安说的一句话就是：姑娘老夫已经尽力了，下面的路就只有你一个人走下去了。1957年，35岁的莉莉安持有欧莱雅集团 31% 的股份，跻身法国最富有的人之一。在公司经营上，他牢记父亲的叮嘱，做到了小事不折腾，大事不含糊。在放手让 CEO 进行绝大多数决策的同时呢，他发挥出了敏锐的投资嗅觉和优秀的谈判能力，用收购其他品牌的方式进一步扩充商业版图。被他纳入囊中的既有一线大牌兰蔻、阿玛尼、圣罗兰，又有平价的卡尼尔、NYX， 还有我们妈妈辈都非常熟悉的彩妆品牌羽西。他还主张打破品牌壁垒，推出专利共享，让千元面霜也能拥有平替，让广大囊中羞涩的女孩喜迎春天。
而对于不差钱的贵妇们，她也能够通过全球顶级的实验室和科研团队研发新产品、新成分，针对皮肤问题对症下药，用科技的方式让他们找到青春永驻的不老泉。除了这些商业活动外莉莉安同时也力主公司进行药品类的研发，尤其是针对湿疹、荨麻疹一类的顽固性皮肤疾病开发外用药膏，在非洲和南亚等气候潮湿炎热的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慈善捐助，创下了不错口碑的同时，也让欧莱雅这艘大船平稳前行，销售屡创新高。事业上风生水起，莉莉安的婚姻和家庭生活也同样让人津津乐道。1950年，28岁的莉莉安嫁给了法国政界新秀 André Betancourt， 成为了贝当古夫人。贝当古先生在夫人娘家的加持下，仕途是一度突飞猛进，在2届法国总统、1届总理内阁中担任部长级的高位，并于1954年和1970年2度携夫人访问中国，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欧莱雅也因此成为了第一批进入中国的法国品牌。事业的成功和优雅登对的外形，让媒体一度称他们为法国的肯尼迪夫妇。可是相敬如宾、琴瑟和鸣的完美婚姻之下，藏着的是人们对贝当古先生性取向的猜测。有关他性别男、爱好男的传言，从20岁出头在政坛出露头角的时候就不绝于耳，哪怕是结婚后，也常常被人说是通过行婚来掩人耳目、拉选票的。而作为贝当古夫人的莉莉安也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两人多年的婚姻更像是朋友加商业合作伙伴的关系，没有过那种令人心动的时刻，也不曾有那种爱得死去活来的激情。尤其是当女儿 Françoise 出生之后，贝当古先生更是如同终于完成任务一般，迫不及待地和老婆分房而居，这一分就是50多年，直到他去世。好在那栋位于塞纳河畔的庄园式豪宅，大的和凡尔赛宫有的一拼，只要他们愿意，1个多月不见面都是完全可以的。首富之女都逃不过被骗婚守活寡的生活，这事听起来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不过2017年《名利场》杂志的一篇人物专访，也许能够揭开这背后的秘密。原来40年代后期，法国对2战时期支持纳粹的法国企业家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清算，而莉莉安的父亲尤金就在那份长长的名单当中，后来更是被推上了被告席。可是就在形势一边倒，眼看着尤金就要被定罪坐牢，公司要被没收充公的时候，却迎来了意想不到的反转。不仅是有法国抵抗组织的人出庭作证说，尤金曾经为他们提供了几十万法郎的经济支持，还有很多集中营的幸存者也说，是尤金出钱将他们从送往毒气室的路上救下，进他的工厂当了工人，才免去一死。就这样，尤金从一个被人唾弃的法监，变成了辛德勒先生那样的英雄，不仅是无罪走出了法庭，而且还让欧莱雅在法国人心中的地位瞬间拔高，成了名副其实的国民品牌。而成就这场精彩法庭反转的，除了尤金请来的律师团，更离不开当时的准女婿贝当古先生的助力。他作为战争后期法国游击队的领导人物，不仅证词很有说服力更是一呼百应，拉来了不少当年的战友为尤金站台。也许就是那次的救父之恩，让莉莉安决定以身相许。当然了，更大的可能性是尤金也看到了联姻政坛对公司发展的重要性，于是就一手撮合了2人的婚事。如果说莉莉安在这段长达57年的婚姻中对丈夫是有爱但是不多的话，作为他们这一丁点爱情的结晶 Françoise 获得的母爱则更是少之又少。由于母女2人都被称作是贝当古夫人，下面咱们就称 Françoise 为小贝夫人在母亲莉莉安眼里呢，这女儿不仅是身材矮小、长相粗糙，性格也是内向沉闷，半点也没遗传到自己长袖善舞的名媛风范，怎么看怎么都不顺眼。就好比是别人家的女儿都是软糯可爱的小棉袄，自己却生了一件冲锋衣，还是内外透风的那种。和莉莉安一样，小贝夫人从小也是由别墅里的保姆和佣人们养大的，只是区别在于莉莉安是因为从小丧母，父亲忙于工作，而小贝夫人是因为母亲不想管她，性格温和的父亲也不怎么愿意插手家里的事务。也许是看出了小贝夫人不受宠的状况，仆人们也跟着捧高踩低，所以尽管是口衔金汤勺投胎成了美妆帝国的皇长女，但是小贝夫人的成长却并不快乐，性格也被母亲压制得愈发的唯唯诺诺。小贝夫人在34岁那年，在一次公司的会议上认识了一个名叫 Jean-Pierre 的高管，两人很快开始了交往，并在1年后结婚。
对于这个女婿啊，莉莉安是非常不满意的。门不当户不对也就算了，关键这人还是个犹太人，为了嫁给他，小贝夫人还入了犹太教。这在一辈子都是天主教徒的莉莉安看来，无异于是一种背叛。尽管对这个女儿是100个不满意吧，那受到丈夫的兴趣爱好和自己的年龄所限，莉莉安也没法重启一个小号啊。更重要的是呢，她也不敢违背上一代尤金提出的欧莱雅集团一定要掌握在自家人手里这一原则。于是她只能勉为其难地把小贝夫人定成了家族的下一任继承人，立下遗嘱，女儿将继承自己手里所有的欧莱雅股份。其实类似这样貌合神离的关系，在很多大家族企业中或多或少的发生着，大家心照不宣地维持着表面的和谐，安心等上一辈归天，然后2代目继位即可。而不出意外的，还是出意外了。根据一位纽约客的传记作家披露，莉莉安和老公多年以来啊，都保持着各玩各的、井水不犯河水的情感模式。作为法国上流社会的社交名媛呢，莉莉安也跟一些政客和影视圈名人传过绯闻，但都是逢场作戏，并不长久。直到90年代末，在一次聚会上，有人把摄影师班尼尔介绍给了他。班尼尔，下面咱们简称老班，是一个专攻人像的摄影师。除了给一些时尚杂志拍片外呢，他更多的时候是给一些美发沙龙拍摄发型模特图。比起摄影技术，其实他更像是一个营销大师，而他推销的商品啊，就是他自己。比如他在16岁的时候就毛遂自荐，给著名的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当起了人体模特，并且从此以达利的情人自居，成功打入了艺术圈。可年长他40多岁的达利却从未承认过2人的关系，让人不得不怀疑这段绯闻啊，就是老班一厢情愿的碰瓷儿。3年后呢，还不到20岁的老班又勾搭上了64岁的法国名媛诺埃耶夫人。富婆几年后去世，老班在他的遗嘱上就榜上有名，得到了包括名画名表在内的不少收藏品。尝到了这个甜头之后啊，老班就彻底成了一个混迹上流圈子的职业软饭男，而且男女通吃，老少咸宜，荤素不忌。这样广撒网之下，还真给他捞着了不少大鱼。被传跟他保持过特殊友谊的有设计大师圣罗兰、毕加索遗孀杰奎琳、波普艺术大师 Andy Warhol 以及滚石的主唱 Mick Jagger。 其实啊，这些个名人里也不乏风流成性的，跟他们有过一睡之恩的人啊，手拉手估计都能绕地球好几圈了。老班在里头啊，连混个脸熟都谈不上，可是架不住他是一个给根线就能往上爬的人。这些个名人啊、绯闻啊，在他的一番自我包装下，也成功的抬高了他的身价，让他从一个籍籍无名的小白脸成了摄影师、剧作家、小说家以及演员。当然了，他的主要事业啊，依然是给那些床地和心灵都空虚寂寞冷的富婆们送温暖。套路呢也非常的简单粗暴，先是用拍摄人像照片为名搭上线，然后就频繁的出入府上嘘寒问暖，做小伏低，陪吃陪睡陪血拼，出游看展茶话会，主打的就是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的陪伴服务，随时随地都能给你来个心灵马杀鸡，情绪价值拉满啊！大家可别小看了这个情绪价值，英女王能给她的柯基犬1掷万金，老佛爷想把全部家产留给他的猫，奥地利女伯爵的宠物狗不仅拥有4亿美元的财产，还能世代世袭呢。有钱人家的宠物尚且如此，何况是老班这么一个能说会道还会拍照片哄他们开心的人呢？这儿啊要多说一句，别看老班的人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跟那些岁数跟他妈甚至他奶奶差不多大的女人混在一起啊，但是他自个儿啊一直是一个公开的同性恋，几任同居呢也都是男的，正可谓是富婆是工作，激情才是生活。而其实啊，在认识莉莉安的时候，老班已经是一个年近60的小老头了，长相身材都和年轻的时候不能同日而语，但是架不住他收割富婆的镰刀已经用了几十年，早就磨得金光锃亮，拿下8旬老太莉莉安简直是手到擒来。两人的第一次见面，老班就显示出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前别的摄影师都喜欢把莉莉安拍成是一个女强人、女企业家，气宇轩昂，生人勿近，而老班一来啊，就让他把那一身硬挺如铠甲的西服套装换成了柔软合身的条纹衬衫，发型呢也从发簪变成了随性自然的卷发，妆容更是除了经典的法式红唇外，一切从简。这最后一条啊，让莉莉安觉得多少有些不自然，
毕竟她早已习惯用化妆来掩盖岁月的痕迹，而且作为一个美妆帝国的掌门人，让自己的一脸皱纹暴露在照片上，似乎也多少有点自砸招牌的意思。可是老班却非常坚持，他对莉莉安说：“你的笑容就是最好的化妆品，其他任何东西都会掩盖你的光芒四射。”而他选择的拍摄地点也从莉莉安的办公室换成了豪宅的起居室、楼梯口，甚至连时间也专门等到了傍晚柔和的自然光。果然啊，在他的镜头中，莉莉安自信美丽、优雅大方，脸上灿烂的笑容更是让她如同在夕阳下的宝石一般闪闪发光。这组照片不仅充分展示了一个女人完全可以活到老、美到老，更是完美诠释了欧莱雅的品牌理念啊！你值得拥有。这次拍摄结束后，莉莉安彻底被老班所折服，不仅是豪宅大门对她24小时敞开，老班更是以她男闺蜜的身份陪同出席各种社交场合，从高级宴会到顶级拍卖行，从瑞士的豪华度假别墅到塞舌尔的梦幻私人岛屿，到处都能看见二人的身影。相比其他只会唯唯诺诺点头哈腰的男宠啊，老班深得这软硬兼施方能长久的精髓，时不时的会对莉莉安来上个软饭硬吃。比如说啊，两人交往后没多久，他就给莉莉安的衣橱来了个大改造，把她那些个高定经典礼服啊全扔了，换成更年轻更时髦的款式。而屋子里的家具装潢也得按照他的品味来了一次彻底的大换血，甚至连莉莉安涂什么色号的口红出门他也要管上一管，全然不把莉莉安多年的御用化妆师放在眼里。可偏偏他越是这样爹味十足，越让莉莉安在他身上看到了父亲尤金的影子。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想做就做的魄力，是她在丈夫和女儿身上从未见到的。而说到那个头上直冒绿光的贝当古先生呢，他其实对妻子和老班之间这种长达10年的暧昧关系，一直都是一种默认甚至是支持的态度。在他看来啊，莉莉安在婚姻中并不快乐，甚至出现了早期抑郁的症状。是老班的到来让他重新焕发了活力，脸上又有了笑容，这是不管请多少心理医生都换不来的呀。于是啊，他不仅不反对老班在家里头进进出出，还经常带着他跟老婆一起出入政界的各种应酬，大大方方的3人同框合照，还把老班介绍给很多出版商认识。3个人的关系呢，就像是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的燃冬情节照进了现实。只能说啊，艺术源于生活，但是生活往往却更加劲爆。相比于贝当古先生啊，莉莉安身边的其他人就没这么包容了。首先就是别墅庄园那几十号为他服务的员工，甭管是管家还是园丁，都对老班颇有怨言。管家觉得这老白脸就是仗着莉莉安对他的宠爱，对下人们是颐指气使，大半夜骑着他的小电驴进进出出豪宅，闹得一屋子鸡犬不宁，俨然是一个更难伺候的2层主子。而园丁呢，则对老班喜欢酒后冲着花园撒尿的行为深恶痛绝，觉得怎么会有人干出如此龌龊的事来。可是对于这些抱怨，莉莉安却充耳不闻。小电驴他爱开就开呗，玫瑰花被浇死了就再换一匹马，一切都以老班的开心为重。可是啊，有一个人却没这么容易摆平，那就是为莉莉安工作了近20年的会计师克莱尔。尽管莉莉安这辈子对钱都没啥概念，但是她的每一笔支出其实都要在会计这儿汇总和存档的。忠心耿耿的克女士呢，不仅掌管着她所有银行账户的明细，还拥有她几个银行保险箱的钥匙，是她的私人财务总管。而她早就觉得老班接近莉莉安的动机不纯啊，妥妥的就是冲着她的钱来的。最明显的一点呢，就是在老班的怂恿和鼓励下，莉莉安被培养出了逛拍卖行的浓厚兴趣。古董珠宝、名人字画、艺术藏品，只要是老班看上了，都会劝说莉莉安花重金拍下。这里面呢，包括了多幅毕加索、马蒂斯还有达利的真迹。而这些天价买来的画作，往往在莉莉安的别墅里挂不了多久，就会被老班以风格不搭等理由啊，被他搬去自己的房子里收纳了。这一进一出的，老班直接成了巴黎小有名气的一个艺术品收藏家了。不仅如此啊，他还经常以这样那样的理由找莉莉安直接要钱。柯女士不止一次听见老班要莉莉安带着支票本跟他一起共进午餐，而一顿饭吃下来呢，这支票本就会消失个好几页，写出去的那些个支票啊，通常都是以万或者是10几万为单位的。对此啊，柯女士也曾经劝说过莉莉安，但是每次都被她一句话给顶了回来：我都已经是这个岁数的人了，
没几年在人世了，我花钱买个开心不行吗？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柯女士也只能硬着头皮看着莉莉安在老班身上豪爽的花钱，反正她的钱就如同大海一般源源不断，爱咋地咋地吧。Je viens la voir, je dis Madame, je ne peux plus. Monsieur Bagné, arrête pas de m'appeler à mon domicile le soir, n'importe quelle heure, pour me réclamer de l'argent, me dire qu'il vous aime, qu'il vous adore, mais qu'il a besoin d'argent. Elle me dit combien? Alors je lui dis il veut 3 millions d'euros. 直到2007年，莉莉安一个电话打来，要柯女士去银行金库保险柜取出自己一套价值连城的祖母绿古董首饰，直接交给老班。这个要求让柯女士心中一沉，钱没了可以再赚，这种孤品首饰是不可能有替代品的。现在莉莉安被老班灌了迷魂汤，说给就给了，万一有一天她清醒过来反悔了，那么这顶盗窃客户财物的大帽子可会重重的扣到柯女士头上，丢工作什么都算轻的，搞不好还要被抓去坐牢啊。但是莉莉安却根本不听柯女士的解释，一个劲儿让她照办，说老班的确是要这些首饰有急用，借几天就还回来了。在这样巨大的压力下，柯女士也只能咬牙照办，可是也因此动了离职的念头。这个活现在实在是风险太大，引火烧身是早晚的事儿。结果呢，柯女士的辞职信交上去，莉莉安还没说什么，女儿小贝夫人却主动找上门。一开始只是想跟柯女士说，让她再坚持一阵子，等找好了继任会计师再走。可是说着说着就成了柯女士的诉苦大会。她拿出了一份份转账记录给小贝夫人看，说你妈真是疯了，她以为她是养了一个提供情绪价值的男宠，但这人是个吸血鬼啊，再是金山银山都经不起这么折腾啊。结果不看不知道，一看好家伙在过去的10年里，莉莉安在老班身上花掉的钱总共达到了 9.17 亿欧元，一年一个小目标看着这一笔笔长的几乎没有止境的记录，小贝夫人心中既是愤怒又有几分悲凉。母亲在自己和2个外孙身上都从未花过这么多的钱，偏偏对这个不知道哪儿冒出来的老白脸却能做到如此的豪爽大气。于是小贝夫人极力劝说柯女士留下来，两人联手扳倒老班。至此，皇长女大战女皇男宠的大戏终于开演。正当2个女人紧锣密鼓地搜集老班的骗钱证据时呢，事情突然发现了转折。2007年11月，贝当古先生与世长辞，享年88岁。这边葬礼还没结束呢，各路小道消息就纷至沓来，众多流言汇总成一条，就是老班要上位了。尽管老班一直对外强调说他性别男、爱好男，和富婆莉莉安一直保持着纯洁的友谊，但谁都知道，作为一个在身边陪伴了他快10年的男伴，再是弯的都能被金条给压直了。之前好歹还有个贝当古先生夹在中间，现在莉莉安成了一个快乐老寡妇，可不就是要喜迎第二春了吗？可是万万没想到，这事情之后的走向让所有人大跌眼镜。根据一个在豪宅中任职多年的女佣说，她在一次打扫过程中呢，突然听见老班在主卧的洗手间里头深情款款地对莉莉安表白，说ma chérie， 我想要跟你永远在一起，可是呢，你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儿子，那么就让我来当你的儿子吧。这个消息传到小贝夫人的耳中，差点给她气笑了。在她看来呢，老班想要给莉莉安当儿子这个事儿，简直就是种猪站前按门铃，你也配啊！可是转念一想，小贝夫人却突然觉得老班这手棋背后可谓是阴险和毒辣呀。一旦他说动了莉莉安，真的办理了收养手续，让他成为了法律上的儿子，那他作为家里人可不也有对欧莱雅集团的继承权了吗？算起来，老班比小贝夫人还大个几岁，这个突然空降的皇长子不仅会影响到小贝夫人的掌门人继位，也会把小贝夫人2个儿子从顺位上给挤下去，实在是其心可诛啊！好在这几年小贝夫人在董事会也不是白干的，她很快就联合包括自己老公在内多个成员向莉莉安进行逼宫，要她尽快把名下股份转移给小贝夫人，以防夜长梦多。可是这次的投票被莉莉安联合公司的 CEO 以及第二控股方雀巢公司给否决掉了，但是呢，也意味着母女2人彻底撕破了脸皮，争产大战是一触即发。与此同时，老班也在非常积极地吹枕边风，他对莉莉安提出，我们俩在厕所里这密谋计划怎么能让小贝夫人给知道了呢？
说明家里头有内鬼啊。于是他很快找出了那个听墙角告密的女佣，并且将她当场开除。为了避免类似的情况发生，老班还借莉莉安的手，在整个大宅的雇员中展开了一次大清洗，强迫所有人站队表忠心，还鼓励员工之间互相揭发，找出混在其中的奸细。一时间豪宅里是人人自危，大家对狐假虎威的老班是又恨又惧。可是有意思的是，偏偏有人敢顶风作案，把宝呢压在了女皇终究退位，皇长女一统天下上。这人是谁呢？虽然豪宅的管家一直都看不惯老班，但一开始他并没有明确自己到底该站哪边，只是想通过近水楼台的优势搜集一点老班的黑料。如果有朝一日真的被扫地出门了，那至少也能拿点封口费嘛。于是他从谍战片里得来了灵感，把一个微型窃听器装在了端茶送水的小推车里，等聚会结束后再回收回来灵活机动，隐秘性很高。一开始呢，管家还非常小心谨慎，但是几回得手之后这胆子也渐渐大了起来，甚至可以做到神色自若的推着车子在莉莉安身后边走边录。就这么断断续续的取证了好几个月，效果却让管家多少有点失望。主要原因就是老班和莉莉安独处的时间多半是在他卧室里。一向以伺候富婆服服帖帖闻名的老班是不会让管家和他的小推车踏足这块禁区的。所以呢，他只能在起居室、会客厅以及书房里头录到一些莉莉安和其他人的谈话。原本想象的18禁内容是一条都没录到，可这不代表他没录到别的劲爆内容。比如他就录下了好几次莉莉安亲密的称呼莱克为我亲爱的英俊帅哥，而这人呢，居然是法国总统萨科齐。难道说这俩人还有一腿吗？可是如果仔细听完两人之间的那几十段长达10多个小时的私人谈话，你会发现萨科齐给富婆提供的可不只是自己的英俊外表，甚至远超情绪价值了，而是实打实的好处比如说，按照法律，常驻法国的亿万富豪们每隔1-2年就必须接受税务局的彻底查账。可是在萨科齐执政的5年间，包括再往前推个10来年，莉莉安和他的欧莱雅集团是一次都没查过。不仅如此呢，在莉莉安和他的投资顾问的谈话录音中显示，他在瑞士以及多个外国银行中开有40多个户头，里面存有几十亿欧元的资产，而这些海外账户都没有按照规定向法国政府进行申报。种种迹象表明，莉莉安一直在通过这些方式进行长期逃税，而他上面最大的保护网就是总统萨科齐。萨科齐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反而帮资本家挖自己的墙角，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当年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得到了莉莉安的资金输血。根据后来法国媒体公开的一份秘密文件，萨科齐在2007年第一次参加竞选的时候，有超过2000万的竞选资金来路不明。而除了莉莉安之外，另一个资助他的金主爸爸居然是后来政变被杀的利比亚总统卡扎菲。而到了2012年第2次选举的时候，萨科齐团队更是用了4300万欧元进行宣传造势以求连任，就远远超出了法律规定的2250万的上限。这里面不仅大部分是来自莉莉安的资助，他呢还运用手里的人脉帮萨科齐做了假账来进行掩盖。一句话总结呢，就是这俩人官商勾结，狼狈为奸，早有默契，根本就不是1-2天的事儿了。而比起偷税、漏税、非法政治现金这样的罪名，包养男宠根本就不算个事儿了。管家呢本来只想偷偷录音吃个瓜，结果一锄头挖出了欧莱雅集团以及法国政府的惊天丑闻，他也不知道该拿这个烫手山芋咋办了。于是思前想后，干脆把这些录音上交给了小贝夫人，让她来决定吧。小贝夫人的法律顾问团在得知此事后，异口同声地劝他千万要把这事给压下来。老妈包养男宠这个事儿尽管丢人，好歹是家庭内部矛盾，你要是把这偷税漏税的事儿给捅了出去，那可就是晚节不保吃牢饭的严重后果了。于是小贝夫人在这样的矛盾纠结下强忍了整整2年。而这期间呢，本来没他啥事的老班却还在继续他的不作不死。在发现无法把自己变成莉莉安的合法好大儿之后他开始变着花样的从他手上榨取价值，游艇、别墅、豪车、城堡，什么值钱要什么，为的就是趁垂垂老矣的莉莉安还有口气儿，尽可能多的把这财产转移到自己手上。
后来他觉得这样来钱还是太慢，干脆说服莉莉安买下了一份价值2.6亿的保险，受益人一栏呢只填了老班一人的名字，而这一切自然没能躲过小贝夫人和会计师克女士的眼睛。终于啊，当他全力想要说服莉莉安把位于塞舌尔的那处私人岛屿也转到自己名下时，小贝夫人忍无可忍，一怒之下以母亲年老昏庸，身边奸臣当道为理由，又一次向董事会发出动议，逼他转移股份。而这次公开了手里的一部分管家透露的录音。他原本的计划呀，是让董事会相信母亲的所作所为已经严重伤害到公司利益了，这样大家都能站在他这边投票把莉莉安给赶出去。但是他万万没想到，逃税这样的丑闻是很难直立包住火的。很快媒体就开始介入，大肆报道，还从管家那儿重金挖到了录音的原版，将本来就陷入腐败危机的萨科齐政府架到了火上来回翻烤。欧莱雅集团的股票呢也应声而跌，市值缩水近100亿。小贝夫人本来是想要逼女皇退位的，自己坐上宝座，结果不想这劲儿使过了，整个欧莱雅帝国都变得岌岌可危。而偏偏这个时候，萨科齐在烧光了莉莉安大笔竞选资金后，依然在大选中败给了奥朗德。本来他是莉莉安在政界可以依靠的大树，现在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而且呢，这根绳子还岌岌可危，随时可能就断了。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小贝夫人的理智还是压倒了感性，压抑多年的智商终于上线了，开始力挽狂澜。他首先请来了名医，给莉莉安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结果确认她患有失智症，并且双耳失聪，已经无法自主做出判断。小贝夫人被指定成为了他的法定监护人。一旦被打上失智症这个标签莉莉安基本上就只有任女儿摆布了。很快，他就在律师的见证下签字转让了手中的所有股权，提前退位，让小贝夫人成为了欧莱雅集团的新一任女掌门。其实这里面也有个 bug， 就是莉莉安既然已经失去了做决断的能力，那怎么才能知道她转让股份这个行为是自愿的，而不是被诱导或者逼迫的呢？不过面对精神面貌早已今非昔比、杀伐果断、雷厉风行的小贝夫人，以及辅佐她的丈夫，董事会的其他成员也只能为她马首是瞻。大权在握的小贝夫人下一步就是要解决愈演愈烈的政商勾结丑闻。既然利益的小船眼看就要沉了，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把总统先生一脚给踹水里再说。小贝夫人请来的律师在法庭上把莉莉安描绘为了一个头脑不清楚、耳朵都听不见的可怜老人，被以萨科齐为首的无良政客忽悠和欺骗，稀里糊涂的给出了一笔又一笔的政治现金。于是本来是各取所需的权钱交易，变成了一场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本来是莉莉安主动用超能力助选萨科齐成为总统，却成了他单方面的索贿。由于两人之间的交易都是用现金，而全段录音中呢涉及到政治现金的部分，其实也只有莉莉安对会计的那一句抱怨，说萨科齐又找人来要钱了。因此萨科齐最后非法使用竞选资金的罪名成立，但是却因为账目不明得到了从轻发落，仅被判处1年监禁，其中呢6个月缓刑，6个月监外执行。这也让他成为了法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判有罪的前总统。只能说相比上一次被公开处刑的路易16，萨科齐被判有罪这事儿伤害性不大，但是侮辱性极强尤其您想想这事儿的起因，居然是那母女俩因为一个男宠而争斗，莫名其妙的就把自己拖下了水，也真是倒霉他妈给倒霉开门倒霉到家了。这边呢总统都进去了，行贿方全身而退，好像也有点说不过去但是法庭也不可能让莉莉安一个得了失智症的老太太去坐牢所以思来想去就把莉莉安的私人金融顾问给推出来背了这个锅，被判入狱30个月。那这老头也算是为莉莉安服务了一辈子，之前一直觉得这份工作又轻松，工资又高，谁知到头来自己原来是贝当谷一家养的死士，还是要坐牢的那种。小贝夫人呢，在结束完这一大堆烂摊子之后，终于腾出手来，想起了那件一开始就要干的正事儿。老班呢，是时候收拾那个老白脸了。Je mène un combat depuis 2007 pour protéger ma mère et nous mettons toute notre énergie et avec mes enfants nous tenons absolument à réussir ce combat.
2015年，老班被提出起诉，罪名是虐待老人和虚弱者。尽管这是一起公诉案，但是明眼人都知道，检察官背后肯定站的是小贝夫人。在法庭上，控方称老班利用莉莉安失智症引起的记忆力衰退、判断力下降，从他那儿坑蒙拐骗巨量钱财。整个庭审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长达20多页的礼物和转账清单，控方读了4个多小时，嗓子都冒烟了，不得不提出需要休庭缓一缓。老班呢，面对这价值10亿欧元的证据一脸淡定。他说这些都是莉莉安主动送给他的礼物啊，他既没有主动要，也没有欺骗或者逼迫他给。那这些钱在富婆的银行账户里不过是9牛1毛，打赏一个能陪伴自己哄自己开心的好朋友，何罪之有呢？能把吃软饭说得如此大义凛然啊，老班的脸皮真的比城墙拐弯的地方还要厚。检察官和小贝夫人当然不可能这么轻易的放过他，他们一通深挖老班的黑历史，发现他在80年代末的时候跟当时著名的收藏家卡斯坦康夫人保持了一段长达7年的特殊友谊。就跟莉莉安一样，夫人对他是言听计从，一通买，结果都进了老班的口袋。但是夫人的孙子曾经目睹老班对神志不清的老太太言语辱骂，推搡动手，甚至把她推下了楼梯，导致老人骨折，最终在1年后痛苦离世。老班也因此被警察抓走，并且提出虐待老人的起诉，不过最后因为证据不足被无罪释放了。卡斯坦康夫人的孙子依然在世，并且这回主动出庭作证，指控老班是早有前科，对他看上的富婆不仅谋财，还要害命啊。而之前出境过的会计师克女士也出庭作证说，老班根本就不是他表现的那样视金钱如粪土，相反，他在骗莉莉安买下那份2.6亿的保险之后呢，第一时间就是打电话给保险公司确认这个受益人的名字是不是就定了，不能被改。总之在小贝夫人的超能力掌控下，庭审一直都在向不利于老班的方向倾斜，而本案最重要的当事人莉莉安则被医生证明说她的失智症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程度，不能够出庭作证。于是老班被判罪名成立，入狱2年半，不仅要退还所有从莉莉安那儿得来的财物，还要赔偿1亿5800万给小贝夫人，可谓是10年软饭一时爽，官司输掉小裤衩啊。这场皇长女大战女皇男宠的大戏，小贝夫人赢了个彻彻底底。但是这事儿居然还没有到此结束，还有反转呢。根据一位了解内情的雇员后来对媒体的爆料，其实在3年多以前，小贝夫人就以法国的气候不适合莉莉安身体为名，将她送往位于迪拜的一处豪华私人疗养院。之前为莉莉安服务几10年的管家和佣人一个都没有跟过去。迪拜的疗养院尽管设施齐备，但是里面的护工护士却基本上不说法语，这让本来听力就困难而且患有失智症的莉莉安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过得十分孤独和寂寞。曾经驰骋风云的美妆女王成为一个成天蜷缩在大床上眼神涣散一言不发的老妇人。后来是女婿实在看不下去了，劝说小贝夫人，才让莉莉安回到了法国，又见到了她心心念念的玫瑰园，住回那栋被称为现实版唐顿庄园的大宅。但是几个月后，她还是因为器官衰老引起的并发症而去世。临终时床边陪伴的是小贝夫人和她的2个儿子。这对相爱相杀一辈子的母女似乎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是达成了和解。但是仅仅几个小时后，律师当场宣读莉莉安的遗嘱，打破了这短暂的和谐气氛。在这份遗嘱中，莉莉安表示，尽管自己同意把公司股份转移给女儿，但是那些依然在她名下价值10亿欧元的遗产将会平分给小贝夫人和老李的老班。那个位于塞舌尔的私人小岛呢，也会作为礼物赠送给老班。听了这个分配方案，小贝夫人当场就炸了。怎么可能呢？这肯定还是老班的阴谋啊，是他骗莉莉安写下这份遗嘱的吧？但是律师却指出，这份遗嘱起草的时间在2007年，尽管几经修改，但是最后签字生效也是2009年。当时莉莉安并没有被诊断出患有失智症，因此这份文件是有效的。而且在遗嘱中莉莉安亲笔写道，把1半的遗产留给老班，是因为他给自己带来了久违的快乐。老班把她看成是一个成熟而有魅力的女人，而不是女强人、女企业家。这种纯粹的美好让她的晚年生活如同花园里绽放着的最后一朵玫瑰花。精明的莉莉安其实早知道老班是为了什么而来，但又有什么关系呢？钱又不能带进棺材，
给女儿、给外孙、给慈善机构、给老班都是给，而后者至少还能给他带来快乐。他还幽默地在遗嘱中引用了一句法国俚语：最美丽的女孩只能给那些英俊小伙她拥有的一切，而有钱的富太太们则还会额外的赠送一部分钱。只能说在写这份遗嘱的时候，莉莉安肯定是头脑清醒，并且带着自己80年人生历练的通透。于是呢，小贝夫人也不得不遵从母亲的遗愿，给还在坐牢的老班送去了这笔巨额财富。而时来运转的老班马上就开始了自己的上诉之路。在这第2次开庭中，可能是法官也不想得罪这个兜里揣着5个亿的富翁，于是将他的刑期改判成了4年缓刑，也就意味着他当场就可以出狱。而赔偿小贝夫人的那1亿5800万也被降到了37万5千欧。有消息人士透露最后小贝夫人其实也只是象征性的收了他1亿欧元，用来换取老班保证不会用和莉莉安之间的隐私出书卖钱。 Si vous aviez un message à faire passer à votre fille aujourd'hui, elle va forcément vous regarder à la télévision, même si elle habite en face, vous vous voyez pas. Elle va vous regarder. Si vous aviez un message à faire passer à Françoise, vous lui diriez quoi? Apprends bien à ce qu'est le bonheur. Et quand tu le trouves, garde-le. 一书在小说《喜宝》里借女主人的口说：“我要很多很多的爱，如果没有，那么就要很多很多的钱。”在这个越来越物质的世界里呢，这句话被很多人看作是人生格言，甚至有人认为价值观可能应该倒过来，首先得有很多很多的钱，爱这样虚无缥缈的东西可以先放到一边。而莉莉安呢，则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这句话，不管怎么前后排列，可能都是错的。她生来就有很多很多的钱，于是想要很多很多的爱，得不到就觉得其实爱也可以用钱来买到，结果最后却和女儿渐行渐远，身边人都把她的慷慨看成是提款机。只能说一书的那句话里常常被人忽略的最后一句，其实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说爱和钱都没有，那么其实有健康也是好的。感谢大家收看艾玛档案，咱们呢下期再见。